到了咱们这个年纪，最盼望的就是平安顺遂，能多享几年清福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跟某些人吃顿饭，讲几句话，回家后就觉得心神不宁，心里堵得慌。其实这并不是岁月不饶人，而是你的生命能量，也就是佛家说的气跟福报，被这些人吸走了。人际关系说穿了就是一场真实的因果道场，一旦福报被抽干，灵魂变得沉重，日子怎么可能安宁？今天我们就沏上一壶热茶，慢慢把这世上最消耗生命的6种人，一个个抽丝剥茧讲清楚。只要你能认清他们的面目，并狠心把他们从你的生活圈里彻底清理出去，我敢保证，你的磁场立刻就会翻转，你的心也会瞬间变得轻盈无比，下半辈子绝对能换来多享30年的清净与自在。要清理我们人生的圈子，首先要面对的，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遇到、最容易让我们吃闷亏的一种人。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1种人，自私自利的人。在佛法里，这叫做被贪字蒙蔽了双眼的人。这类人的心里永远只有一个我字，我的利益，我的面子，我的方便。你对他千般好，万般好，在他眼里那都是理所当然。他们就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，缺乏最基本的感恩之心。跟这种人相处，你付出的越多，他索取的越狠。一旦你停下脚步，他反而会怪你为什么不再继续给了。我给大家讲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。社区里有位钟伯，是公认的烂好人，平时谁家有困难，他都乐意帮忙。他有个远房表弟叫阿强，早年生意失败，独自带着读国小的儿子。钟伯心生慈悲，便时常接济他们。起初只是买菜探望，后来钟伯甚至主动帮忙接送孩子上下学。阿强交房租缺钱，钟伯也二话不说拿老本借他，连借据都没要。转眼3年，阿强把钟伯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。有次钟伯晚接孩子10分钟，阿强不但不体谅，反而打电话抱怨他做事不靠谱。钟伯心善，总笑着把委屈吞下。直到有一天，钟伯老伴遇到急事，急需一笔钱周转。他想起阿强这几年借了快10万，最近又接了大工程，便提着2盒伴手礼去委婉讨还部分借款救急。谁知阿强一听要还钱，脸色瞬间大变，不但一毛不拔，还冷笑指责：表哥，你这是在逼命啊！我工程处处要垫钱，偏偏这时候来要，不是见不得我好吗？再说嫂子遇到的那个麻烦事砸钱有什么用？别老糊涂了。钟伯犹如五雷轰顶，看着疼了3年的表弟，觉得无比陌生。他一语不发，放下伴手礼，转身离开，满心酸楚与心寒。更让人气结的是，事后阿强竟到处造谣，说钟伯假仁假义，眼红讹钱。这就是俗话说的斗米恩，升米仇。你每天给他1颗糖，有天只给半颗，他便把你当成不共戴天的仇人。钟伯真的错了吗？他的善良没有错，错就错在他把无私的爱给了一个灵魂被无明遮蔽的自私鬼。佛家讲慈悲，生祸害，方便出下流。这句话听起来很刺耳，但却是无比深刻的智慧。真正的慈悲从来都不是毫无底线的退让与施舍，而是带有智慧的锋芒。你以为你在帮他，其实你是在不断喂养他心里那个名为贪婪的魔鬼。你以为你在结善缘，其实你是在纵容他的无明。自私自利的人，他们的磁场是极度浑浊的。他们不懂得能量的流动必须有来有往，只懂得单向的掠夺。当你和这样的人纠缠在一起，
你的善念就会被当成软弱，你的福气就会被当作免费的午餐。钟伯最后选择了彻底跟阿强断绝来往，就当那10万块钱买了个教训。自从斩断了这层关系，钟伯不再整天为了阿强家那些破事操心，专心陪伴老伴走过难关。老两口的日子反而越过越平静，心里的大石头放下了，整个人看起来都舒展了好几分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如果你身边也有这种永远只顾自己，把你的付出视为草芥的人，请你一定要狠下心来，及时停损，远离他们。不是我们冷漠，而是我们懂得保护自己的灵魂不被污染，把那些被浪费的情感和精力收回来，好好爱自己，好好对待那些真正懂你、感恩你的人，远离这份消耗，让心回归清净，这才是真正的修心之道。刚才我们聊完那些自私自利、只会无休止索取的人，相信很多朋友心里都有共鸣。接下来我们要来拨开人生中另一层更痛的结，这也是我们要狠心远离的第二种人，不懂得珍惜你的人。佛家常说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讲究的是一个和合，感情和人际关系就像是两个人在拉一根橡皮筋，最后受伤的永远是那个死死拽着不肯撒手的人。当你把一颗真心双手捧上，对方却看都不看一眼，甚至随手扔在地上踩踏时，你的这份真心就成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内耗。很多时候我们痛苦，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执念，也就是佛法里说的我执。我们总以为只要我对他足够好，只要我付出的够多，这块石头总有一天会被捂热的。但现实往往是，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，你也永远感动不了一个心里根本没有你的人。我们来讲讲住在巷口那位林大姐的故事。林大姐年过60，是个重感情的传统女人。30年来，她把好姐妹淑芬当亲妹妹疼爱。淑芬年轻时负气出走，是林大姐半夜在大马路找了大半宿接回安抚。淑芬儿子娶媳妇办酒席缺钱，林大姐二话不说，解约了自己的定存单，帮她渡过难关。在林大姐心里，人生得一知己不易，总是习惯性的倾尽全力付出。然而淑芬平时只顾着跟阔太太打牌逛街，从不见问候，只有受了委屈或遇上麻烦时才会跑来找林大姐诉苦。去年底，林大姐高龄的母亲过世，办理后事那段日子，她心里空落落的，急需陪伴。头七那晚，林大姐看着空荡的屋子，悲从中来，拨通淑芬的电话，哽咽着祈求对方能来陪自己坐会儿，哪怕只说说话也好。电话那头却传来洗牌与喧闹声。淑芬极不耐烦地敷衍：大姐，人老了总要走的，你想开点，我这正听牌呢。砰，不跟你说了，早点睡。说完便无情挂断。听着电话断线的嘟嘟声，林大姐眼泪夺眶而出，心冷到了极点。30年的掏心掏肺与随叫随到，竟比不上对方手里的一副牌。那一晚，林大姐彻底顿悟，没有质问与吵闹，只是默默在心里为这段30年的情谊画上句号。自此她不再主动联系，对淑芬的诉苦也谨慎客气疏远的敷衍，学会了放下执念，不再替别人扛下所有的情绪与责任。荧幕前的您，是不是也曾像林大姐一样傻过？或许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剧本里，都曾有过这样一个淑芬。我们必须明白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：所有的付出都必须建立在双向奔赴的基础上，单方面的牺牲换来的只有理所当然与轻视。
当你全心全意对一个人好，对方却不在乎、不重视的时候，你的真心就变成了一种廉价的倒贴。交心最怕遇到利用，真心最怕遇到无视。我们常说慈悲为怀，但真正的慈悲，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这颗本心。如果你的善良和真心被别人当成垃圾一样随意丢弃，这对你自己的生命能量是一种极大的损耗与不敬。古人说得好，把真心留给值得的人，把善良留给感恩的人，把在乎留给珍惜你的人。这绝对不是教我们自私，而是一种充满大智慧的亲近选择。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感情、我们的精力都是非常宝贵的，这些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福泽。我们要把这些珍贵的能量灌溉在那些同样会对我们微笑、同样会给予我们温暖的善缘上，远离那些不懂得珍惜你的人，把收回来的真心拿来好好疼爱自己。当你不再为那些不值得的人流泪，不再为那些冷漠的回应而暗自神伤时，你的心境就会像雨过天晴的天空一样无比开阔。这种放下执念后的轻松与自在，会让你的灵魂彻底解脱。这才是真正能让我们安享晚年的至高智慧。前面我们聊了自私自利与不懂珍惜的人，这两种人消耗的是我们的感情与精力。但这世上还有一种人更可怕，他们不光是无休止的消耗你，还会像躲在暗处的刺一样，随时准备扎你一下，把你当作垫脚石。这就是我们要狠心远离的第三种人，心眼多、爱算计的人。在佛家维摩诘经里有一句非常深刻的话，叫做直心是道场。什么是直心？就是为人处事真诚、坦荡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算计。一个人心眼太多，整天算计这个，利用那个，他的心里就像是长满了杂草的迷宫，阳光根本照不进去。这类人表面上看起来圆滑世故、八面玲珑，很会讨巧，但实际上他们是在透支自己的福报，去换取眼前的蝇头小利。跟这种人交往，你永远不知道他哪一句话是真，哪一句话是假，你也永远猜不透他笑眯眯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刀子。我们来说说在南部做茶叶批发的老陈的故事。老陈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是对茶叶品质的坚持和对朋友的真诚。多年前，他和老乡阿德合伙，在市区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茶叶行。老陈为人老实，负责亲自到山上茶园把关品质，一待就是大半个月。阿德能言善道，脑筋转得快，负责在店里招待客人，拓展业务。刚开始那几年，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，生意越做越火红。老陈心里感激阿德在外头八面玲珑的应酬，所以在利润分配上总是主动让步，从来不去查账本，对阿德可以说是100%的信任。但时间一长，人性的贪婪就显露出来了。阿德觉得真金白银的利润都是靠自己在外应酬拼来的，老陈只不过是跑跑腿，凭什么分走那么多钱？于是阿德的心眼开始活动了。他背着老陈，偷偷找地下工厂进了一批低廉的香精茶和碎茶，悄悄掺进老陈辛苦收回来的好茶里。不仅如此，阿德还私下截留大客户的订单，把货款汇进自己老婆的户头。为了掩人耳目，阿德整天在老陈面前抱怨生意难做，甚至假惺惺地自掏腰包请老陈吃饭，说要兄弟俩共体时艰。纸终究包不住火。有一次，老陈因台风路段提前回店，刚好撞见阿德正在仓库里偷偷调包茶叶。看着满地的劣质茶梗，闻着刺鼻的香精味，老陈愣住了。他辛苦建立的信誉就这样被最信任的兄弟踩在脚底下。
当老陈拿着证据质问阿德时，阿德不但没有一丝愧疚，反倒理直气壮地反咬一口：老陈啊，你就是死脑筋，现在竞争这么激烈，不掺点便宜货，我们怎么赚钱？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这家店好。听到这话，老陈气得发抖。在那个瞬间，他面临着艰难的选择，是直接报警打官司，来个鱼死网破，还是就此打住？如果换作一般人，肯定要斗争到底。但老陈静下心想了整整一夜，他想起了佛家常说的因果，跟一个满肚子坏水、没有底线的人缠斗，就算官司打赢了，自己的心血精力，甚至是心灵的宁静，全都要赔进去。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烂账。第二天，老陈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平静，他没大吵大闹，只是淡淡地对阿德说：这家店的招牌留给你，里面的货我一分不带走。从今天起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老陈只带走了自己常用的旧茶具，转身离开了那个充满算计的地方。阿德暗自得意，觉得自己兵不血刃地霸占了茶行。可是因果的剧本从来不会让爱算计的人笑到最后。没过半年，长期合作的大客户发现茶叶品质下降，纷纷退货，茶行名声彻底臭了。不到1年，那家曾经门庭若市的茶行就因资金断裂被迫关门。阿德也背上了一身还不清的债务。而老陈呢，他在一个偏僻巷子里租了个小店面，重新开始。真正懂茶的老客户四处打听找到了他，大家都知道老陈卖的茶跟他的心一样干干净净，实实在在。小店生意细水长流，老陈每天喝茶聊天，日子过得无比平静安稳。善良永远无法战胜算计，因为善良是有底线的，而算计是没有底线的。交心最怕遇到利用，善良最怕遇到算计。透过老陈的故事，我们必须看透一个生命的真相：心眼多的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，你只要稍微靠近，就会被他们卷进无休止的猜忌、防备和勾心斗角之中。要知道，我们每个人的心力都是有限的。当你每天都在琢磨别人是不是在算计你，每天都在想着怎么防备小人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已经不得安宁了。佛家常讲忧思暗耗，这种心性上的高度执念与内耗会一点一滴地吞噬你的心力，让你的磁场变得无比沉重。对付心眼多的人，最高明的手段从来都不是比他更会算计，更不是与他争个高低，而是果断转身，及时止损。不要去舍不得那一点已经被坑走的利益，也不要去纠结为什么好人要吃亏。你要相信天道有常，因果从不饶人。那些靠算计得来的东西，最终都会以另一种更惨烈的方式失去。我们把心眼多的人请出生命，不跟他们纠缠，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清净心。当你远离了这些乌烟瘴气的算计，你的心胸自然坦荡。这份坦荡能让你吃得香，睡得甜，心中无事，天地宽。这份不被外人干扰的平和与轻盈，才是我们能够抵御岁月侵蚀，让生命自然延长的最大底气。前面我们聊了爱算计的人，那种人像暗处的刺，防不胜防。但这世上还有一种人，他们或许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也没有通天的手段，但仅凭一张没有遮拦的嘴，就能把你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，乌烟瘴气。这就是我们要狠心远离的第4种人，管不住嘴。爱搬弄是非的人，在我们佛法里常说修行要修身、口、意3业，而这其中口业是最容易犯，却也是折损福报最快的一把利刃。古人常说，
群处守口，独处守心，祸往往从口出。那些喜欢在背后嚼舌根、搬弄是非，甚至无中生有的人，他们的心里往往充满了嫉妒与不安。他们靠着贬低别人、看别人的笑话来填补自己空虚的生活。大家记住一句非常经典的老话：说人是非者，必是是非人。当一个人在你面前津津有味地说别人的坏话时，你千万别以为他把你当知己，因为明天他同样会在别人面前把你贬得一文不值。我们来讲讲社区里广播电台桂花姨的故事。桂花姨是个热心过头的人，每天下午最喜欢搬张小板凳，坐在巷口大榕树下，跟几个婆婆妈妈泡茶聊八卦。谁家媳妇求子不顺，谁家老公又换工作，她都能说得绘声绘影，仿佛她就趴在人家床底下听着一样。去年社区搬来一对年轻夫妻，丈夫被派到外地负责新项目，妻子小雅是个清秀的上班族，早出晚归，工作非常拼命。有几天连下大雨，小雅加班到极晚，桂花姨连续3个晚上都看到小雅从一辆进口名车上下来，开车的还是个穿西装的男人。这下可好，隔天一早，她就在榕树下神神秘秘地散播。哎呦，新搬来那个小雅看着文静，私底下可不安分。老公刚去外地，她天天半夜坐大老板的名车回来，8成是戴绿帽了。带腥味的八卦传得飞快，不到1周，整个社区都在对小雅指指点点。更可怕的是，流言传到了小雅公婆耳里，2位老人家气得无名火起，打电话把远在外地的儿子痛骂一顿，逼他马上回来处理，甚至闹着要他们离婚。小雅丈夫连夜赶回，2口子抱头痛哭。后来真相大白，名车是女副总的车，西装男是司机，只因部门连日赶工且大雨难叫车，副总体恤员工，便让司机顺路送同事回家。一件温暖的好事，硬生生被桂花姨描绘成龌龊丑闻。小雅气不过，拿着行车记录器画面当众质问。桂花姨不道歉还翻白眼。哎呀，我不过随口开个玩笑，谁叫你半夜从别人车下来，自己不注意影响。现在年轻人真不懂敬老尊贤。此时受人敬重的明叔站了出来，他语气平静却充满力量地对桂花姨说：佛家说口吐莲花，步步生香，你这一张嘴吐出来的全是是非，你以为只是随口说说，却差点毁了一个家庭。从今天起，大家散了吧，远离是非之人，保平安。从那天起，街坊邻居都像躲避业障一样躲着桂花姨。她最后因为造谣惹上诽谤官司，福报散尽，落得各种判亲离的果报下场。言语如刀，不见血，却最伤人。各位朋友，听完这个故事，我们真的要深思，为什么我们必须远离管不住嘴的人？因为这种人身上带着极其浑浊的负能量，他们就像是移动的垃圾车，到处倾倒着嫉妒、怨恨和猜忌。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，不要去跟他们争辩，也不要去听他们说的任何一句闲话。你听进去一句是非，你的心湖就被丢进了一把泥沙。我们的这颗心本该是清澈见底的，是用来感受阳光、感受微风、感受家人温暖的，千万不要被别人的口业给污染了。我们所处的环境就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倒影，斩断与是非之人的联系，就是斩断了干扰我们清净心的烦恼丝。当你的耳根子清净了，不再被那些无中生有的流言蜚语所牵绊，你的心胸自然就广阔了。这份不惹尘埃的宁静与通透，能让你的灵魂得到最大的滋养。
自然能让你在这尘世间多享30年的自在与安详。前面我们讲了管不住嘴的人，他们消耗的是我们的清净心。接下来我们要聊的第5种人更加冷酷无情，他们就像是掉进了钱眼里，灵魂早就被金钱给吞噬了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唯利是图的人，在佛法里，这叫做被严重的无明和物欲彻底蒙蔽了本心。在这种人的眼睛里，没有什么亲情、友情，也没有什么道义、良知，他们用来衡量世界上所有人事物的唯一标准，就只有2个字：利益。为了钱，他们可以随时翻脸不认人；为了好处，他们连最亲近的家人都可以算计出卖。跟这种人沾上边，你最后连怎么被卖掉的都不知道。千万别靠近这种人，否则吃亏的永远是你自己。我们来听听罗生大哥的故事。罗生大哥在家族里排行老大，下面有2个弟弟。父母在世的时候，3兄弟看起来和和气气的，过年过节大家都聚在一起吃饭，气氛倒也融洽。前几年，罗生大哥的父母相继过世，留下了一栋在市区的老透天帚，还有几块乡下的农地。按照老一辈的规矩和父母生前的交代，那栋透天帚是要留给罗生大哥的，因为父母晚年行动不便，需要随时在侧照料的这10年，全都是罗生大哥和老伴亲自衣不解带的照顾。2个弟弟总是以工作忙、离家远为借口，一年到头连个人影都见不到，顶多过年回来塞个红包就算了事。可是当真正要办理遗产过户的时候，2个弟弟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。他们不知从哪听说市区那栋老透天帚即将被建商收购，都更价值翻了好几倍。这下子2个弟弟眼里的贪婪再也藏不住了。二弟带着律师直接跑到罗生大哥家，拍着桌子说：大哥，法律规定遗产就是平分，爸妈口头说的根本不算数，这房子我们也有份，你别想一个人独吞。3弟更狠，甚至到处跟亲戚邻居哭诉，造谣说罗生大哥早就偷偷转移了父母的存款，现在连最后一栋房子都要霸占，简直是没天理。看着眼前这2个为了一栋房子争得面红耳赤，连脸皮都不要的弟弟，罗生大哥心痛如绞。他不敢相信，曾经一起长大，叫着他哥哥的血亲，在金钱面前竟然变得比陌生人还要冷血可怕。罗生大哥的老伴气不过，原本打算请律师跟他们打官司争到底，但罗生大哥在父母的灵位前坐了整整1夜，最后他叹了一口气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决定。他主动放弃了那栋透天帚的所有权，全权交给2个弟弟去分，自己只留下了乡下那几块没人要的荒地。亲戚们都骂罗生大哥太傻，白白受了10年的累，最后落得一场空。但罗生大哥心里却很亮堂，他知道这2个弟弟已经彻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恶鬼，如果跟他们继续纠缠下去，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无休止的诉讼、咒骂和仇恨。这种充满戾气的争斗会把人逼进痛苦的深渊，会把灵魂彻底撕裂。结果呢，2个弟弟拿到房子后，因为分配不均，2家人大打出手，最后甚至对簿公堂，闹得连亲戚都做不成。而罗生大哥呢，他带着老伴回到乡下，把那几块荒地重新整理，种上了有机蔬菜，过起了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。没想到几年后，那片乡下土地因为政府规划新道路而大幅增值，罗生大哥反而迎来了安稳富足的晚年。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，厚德载物，方能长久。
这就是宇宙间最奥妙的因果法则。唯利是图的人，即使靠着算计短暂获得了财富，他们那狭隘的心胸和自私的灵魂也根本承载不起这些福报，最终一定会以另一种方式失去。各位朋友，当我们面对这种眼里只有钱没有情的人，千万不要去跟他们讲道理，也不要试图去感化他们。你的善良在他们眼里只是可以利用的筹码，远离他们，主动退出这种充满腥臭味的烂泥潭，不是认输，而是我们人生最顶级的智慧。把心力省下来，把格局放大。当你不再为了这些蝇头小利与人争夺，你的心境就会无比开阔，你的灵魂就会充满浩然正气。这种超越物质的内心富足，才是真正的大富大贵，才是让你在这尘世间安身立命的真正法宝。前面我们聊了5种会消耗我们生命能量的人，大家听了可能都会倒抽一口凉气。但说句实在话，如果说前面5种人是在消耗你的福气，那接下来这最后一种人就是在消灭你的善根。跟这第6种人比起来，前面那些都还算是有迹可循的。这世上最可怕、最让人防不胜防的是那些你把他从泥沼里拉出来，他却反手把你推下悬崖的人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种，也是必须彻底斩断联系的人，忘恩负义的人。在我们佛法的观念里，感恩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，能在世间立足的根本。心怀感恩，才能承接住老天爷赐予的福报，而忘恩负义，等同于亲手砍断了自己生生世世的善根。这类人就像是永远填不饱肚子的饿狼，他们只会不断地索取。当你一直给的时候，他会对你摇尾巴。可一旦你停止了喂养，或者他觉得从你身上榨不出更多好处了，他马上就会露出锋利的獠牙，反咬你一口，把你当成他不共戴天的仇人。我们来听听做传统半桌外厨的总铺师阿火师的故事。阿火师在地方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烧得一手好菜，为人慷慨豪爽。10多年前的一个雨夜，背负巨债，走投无路的年轻人阿吉跪在店门口求阿火师赏口饭吃。阿火师心生慈悲，不仅替他偿还债务，更将其视如己出，共吃共住。这10年间，阿火师倾囊相授，把毕生绝学、祖传秘方，甚至应对进退的门道，全都一点一滴传授给了阿吉。时间久了，阿吉开始能独当一面。阿火师满心欢喜，正盘算着把招牌交给他打理，自己好退休去深山念念佛。没想到人性的贪婪经不起考验，阿吉觉得自己翅膀硬了，偷偷影印了祖传的秘方笔记，更利用接洽生意的机会，私下以低价把阿火师的老客户全部挖走。直到连续1个月接不到订单，阿火师才发现阿吉居然在街头开了一家规模更大的半桌公司，打着正宗传人的旗号打起了对台。阿火师痛心疾首地去问个明白，阿吉不但没有半点愧疚，反而冷笑：师傅，你那些老套的做法早就过时了，我能有今天，靠的是自己的本事。别以为给我几口饭吃，我就要给你当一辈子奴才。这番话如尖刀插在阿火师心上。更恶劣的是，阿吉为了彻底击垮恩师，在外散播谣言，攻击阿火师的理念，固步自封，守旧不堪，甚至污蔑其缺乏修心立德的根本。徒弟们气不过，要拿棍子去砸店，阿火师却平静地拦住了大家。他对着妻子说了一段充满大智慧的话：我们当初帮他是出于善念，这份善因已经种下，他今天背叛我是他的业障，他心里满是怨恨与算计。
如果我们去报复、去怨恨，两人的灵魂就会被仇恨死死绑在一起，生生世世纠缠不清。放过他，其实是放过我们自己。阿火师选择了彻底放下，他收起了店面，带着妻子搬到了乡下，每天诵经礼佛，心里没有半点怨恨，反而觉得卸下了多年的重担，整个人无比的清净自在。那么忘恩负义的阿吉呢？他靠着低价竞争和偷来的秘方确实风光了一阵子，但他骨子里那份投机取巧、自私自利的习性根本改不掉。为了赚更多钱，他开始在食材上偷工减料，用劣质的油品和便宜的香料来代替。不到2年，因为一场严重的商业纠纷和诚信危机，阿吉不仅面临天价的赔偿，还吃上了官司，名声彻底扫地，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天道好轮回，因果从不误。各位朋友，忘恩负义是人性最大的黑洞。当你发现身边有这种只懂索取、不懂感恩，甚至随时准备反咬你一口的人时，请你千万不要有一丝一毫的留恋与不甘。你不需要去指责他，也不需要去讨回什么公道。你要做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人从你的生命中连根拔起。你的善良非常珍贵，它应该像阳光一样照耀在那些懂得开花结果的土壤上，而不是白白消耗在深渊里。当你斩断了与这种恶缘的联系，不再让别人的忘恩负义来折磨自己的内心，你的灵魂就会像洗净的琉璃一样透亮轻盈。这种超越了爱恨情仇的平静，这种把一切交给因果的洒脱，才是我们人生下半场最好的养分，更是让我们能够跳脱红尘烦恼，多享30年清福的终极密码。各位乡亲朋友，今天这壶茶喝到这里，茶香已经入心，我们也把生命里这6种最消耗我们的漏福之源，自私自利的人，不懂珍惜的人，心眼多的人，管不住嘴的人，唯利是图的人，还有忘恩负义的人，给仔仔细细地盘点了一遍。听完这些故事，或许你心里会浮现出某些人的脸庞，或许你会为自己曾经受过的委屈感到一阵心酸，但请你轻轻地做个深呼吸，把这些过往的沉重都随着吐气消散在风中。弘一法师曾开示过，以冰霜之操自立，则品日清高；以穹窿之量容人，则得日广大。我们今天讲远离这6种人，绝对不是为了让你在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，更不是教你去报复，去跟他们争个你死我活。佛法里最顶级的智慧叫做慈悲的放手。我们选择转身，是因为懂得因果法则，选择不纠缠，是对世间的无明与执着多了一分包容。人生走到我们这个岁数，慢慢会明白，遇到这6种人，其实是修行路上的一场大考验。他们是用逆向的方式渡我们走向更通透的境界，因为看见贪婪，才更懂布施的快乐；经历背叛，才更懂真诚的宝贵；感受人性的冰冷，才更珍惜身边不离不弃的温暖。所以在心里默默对他们说一声，感恩你的视线，缘分已尽，我必须继续往前走。这一转身便是海阔天空，这一放下就是真正的解脱。不再去恨，心就不会被恶业绑架；不去纠缠，灵魂便能轻盈自在。把消耗我们的人请出生命，是为了保护内心纯粹的净土。省下的时间与生命能量要用来好好爱自己，陪伴真诚相待的家人知己，把有限的岁月化作春风，温暖彼此。这种超越爱恨的心灵解脱，就是让我们在喧嚣红尘中留住福报，护念元气，让生命自然绵延，多享30年清福的无上心法。各位朋友，相聚即是极大善缘。
今天透过影片共修人生哲学课，是不可思议的福报。网络世界虽无形，但敲打出的每一句好话，都会汇聚成强大的正向磁场，照亮彼此的人生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成为大家人生下半场的美好转折点。若你也愿意放下消耗，迎接清净自在的未来，诚挚邀请你在下方留言区留下你的善言与祈福。你可以写下一句简单的愿远离消耗，愿一生清净，或者为家人写下祈愿福报满满，善缘广结，家人平安喜乐。哪怕只是短短的一句阿弥陀佛，或者愿一切众生皆得安乐，都能为这个世界注入一份纯净的能量。不管你写什么，只要是发自内心的祝福，这份善念就会像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小石子，激起一波又一波美好的涟漪。这不仅能加持你自己，斩除未来的恶缘，也能温暖每一个点开这支影片看到这条留言的有缘人。当有1万人、10万人在我们的留言区里共同祈愿，这股汇聚起来的不可思议的愿力，绝对能护佑我们远离一切小人与恶缘，招来无尽的善缘与福报。让我们在这个留言区里筑起一道充满慈悲与力量的光明防护网。未来当你觉得心神耗损，遇到烦恼了，随时欢迎你回到这里，看看大家留下的善与祈福，感受这股温暖的能量，让心重新充饱电。最后，如果您觉得今天这壶茶、这番话有那么一瞬间温暖了您的心，或者让您放下了某个执念，非常欢迎您点个订阅或者关注。我们这个频道就像是大家心灵的避风港，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聚在一起喝茶，聊聊佛法与人生的智慧。您的支持与关注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，也是我们结下的另一份善缘。感恩大家的陪伴与倾听，愿大家都能清净自在，福慧双修。我们下期再见。